如果一个国家的繁荣必须以一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那么这份繁荣的红利到底属于谁的？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是请客吃饭，它是要烧钱、烧资源，甚至要烧人的。接下来一步步了解1860年的美国是如何从一个穿着草鞋种地的农业国，到了1900年，仅仅40年时间就把老牌帝国英国和德国按在地上摩擦，工业产值占了全球的30%。而美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做了3件事：第一，扫清障碍，南北战争把南方奴隶主打趴下了，国家不再内耗，专心搞钱。而这点之前已经出过很多视频了，这条视频主要是讲后面2点。第二，政策未赢，共和党那帮人就是工业资本的亲爹，关税壁垒高高竖起，谁也别想进来抢生意，并且联邦政府大力扶持，给政策给补贴。第三，人口红利，数百万东欧、南欧的移民涌入，他们是全世界最廉价的燃料，把自己扔进锅炉，烧出了美国的霸权。所谓的美国奇迹也不过如此。搞工业化首先就是要道路铺好。内战刚结束时，美国面临一个巨大的尴尬，虽然地大物博，但是没钱。此时的美国西部有着广阔的荒原和矿产，东部有工业和移民，但两边隔着千山万水。如果不修铁路，西部永远是荒地，但是修铁路是吞金兽。首先是联邦政府很穷，欠了一屁股债，拿不出钱来修路，而私人资本没这个胆量。资本家虽然想赚钱，但西部杳无人烟，修路风险太大，没人敢投。于是联邦政府想出一个空手套白狼的计划，就是土地换铁路。政府对铁路公司说，我没钱给你补贴，但我有的是地，你每修1英里铁路，我就把铁路两旁10到40英里范围内的土地送给你一半。这不仅仅是送地，这是一种精明的资产增值捆绑。本来这地一文不值，但铁路一旦修通，荒地就变成了概念股，地价就会暴涨。铁路公司拿到了地，可以高价卖给农民和投机商，赚回修路的钱。政府手里的地价值也跟着翻倍，政府也赚了。这一招彻底激活了资本家的贪婪，最终政府送出去的土地面积相当于5个俄亥俄州。有了土地做担保，铁路大亨们开始了第二步操作，玩金融魔术。铁路成了当时美国最大的吸金黑洞。到了1900年，铁路发行的股票和债券总值高达160亿美元，而当时美国国债才12亿美元。这说明铁路公司的体量比国家信用还大10几倍。这么庞大的资金是怎么来的？主要是靠2招。第一，铁路大亨们虚报修路成本，明明修路只花了1个亿，他在账本上写2个亿，然后发行2000万的股票，多出来的钱自然就进了大亨们的钱包，这导致股票价值全是水分，最后由股民买单。所以早期美国的股票市场，如果你是散户，你就是那颗韭菜。第二招就是左手倒右手，联合太平洋铁路的大股东们自己偷偷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我把修路工程发包出去，然后我又接下了这个工程，然后报价十分离谱，利用联邦政府的补贴和股民的钱，通过高价合同合法的从铁路公司的账户转移到了大亨的私人账户。这类骚操作当时非常普遍，是基操。起初美国有几百家小铁路公司，线路乱七八糟，为了抢生意，大家打价格战。这时候巨头们进场了，范德比尔特、斯坦福这些人利用雄厚的资金，趁着187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疯狂低价收购破产的小公司。到了19世纪末，经过无数次兼并，全美国的铁路网实际上被7大财团控制了2/3，剩下的大公司为了更好的躺着赚钱，去请专业的经理人来打理。从此出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割。铁路公司发明了现代企业的组织架构图，总监管区域经理，区域经理管站长，站长管列车员。他们整出了成本会计，每跑1英里要烧多少煤，磨损多少铁轨，精确到每分。这种像军队一样的管理，让铁路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机器。美国也因此诞生了第一批中产阶级，也就是白领管理层。如果说铁路是美国的血管，那么钢铁就是它的骨骼。在钢铁上，美国就像中了头奖一样。它的左手是苏必利尔湖，在明尼苏达州的梅萨比铁矿，这里的铁矿石不是埋在什么地方，而是像泥土一样铺在地面，含铁量高达60%以上，挖出来甚至不需要太复杂的筛选，根本不用打井，开着蒸汽铲车直接铲就行，成本低到令人发指。而他的右手是阿巴拉契亚山脉，在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这里埋藏着全世界最优质的烟煤和无烟煤。这种煤燃烧热值极高，是炼钢高炉的完美燃料，储量也是惊人。而这个左右手之间又是5大湖，有一条天然的免费的超级传送带，它让北边的铁矿石能顺流而下，直达南边的煤炭区。由于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钢铁大王卡耐基在成本控制上达到了极致。他把每吨钢轨的价格从100多美元砍到了12美元，这样当时全世界的钢铁厂都对他咬牙切齿。如果说钢铁是美国的骨骼，那么石油就是它的血液。而美国的石油业的发展比钢铁更为惊人。1859年，埃德温·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成功打出首口油井，宾夕法尼亚成为重要的产油区。之后，油田开采陆续拓展到俄亥俄和西弗吉尼亚。内战期间，美国每年的油产量只有200万到300万桶，到1890年上升至5000万桶。而铁路、钢铁、石油这3样东西，同时美国又极其幸运地撞上了第2次工业革命。这种幸运程度要对比一下它同时期的对手。当时的英国和德国的科学家们都十分的牛，内燃机是德国人发明的，电磁感应是英国人发现的，但是他们家里没矿。
德国要想炼钢，得去抢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要想烧油，要去中东修铁路。同期的沙俄、拉美虽然地大物博，家里有矿，但他们没有点亮科技树，他们只能沦为了强国的原料产地。家里有矿，还需要配上美国的专利法。美国的国父们在宪法第1条第8款里，竟然特意写下了一句话：为了保障著作家和发明家对各自著作和发明在限定期限内的专有权利。原本的逻辑是，知识应该是全人类共享的。而美国的逻辑是，如果知识不能赚钱，天才就会饿死。我们要给天才发一张合法垄断证，垄断期限内能获得他应有的报酬。如果只是保护专利，英国也有专利法，但美国的专利法有一个致命的杀手锏，就是申请十分便宜。在英国申请一个专利要花500美元，在当时只有贵族和大资本玩得起，而美国只要30美元，而且手续费极其简单。这个门槛的降低，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全民发明热，农民、鞋匠、打字员、家庭主妇，所有人都在琢磨。但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大资本们发现了专利法的隐藏玩法。起初，专利是保护弱者的，后来专利成了强者屠杀弱者的武器。然而，美国这种疯狂发展的背后，自然是伴随着沉重的代价。首先，第一点就是试图垄断。美国的资本们垄断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联营，几个老板坐下来喝茶，咱们别打价格战了，大家一起涨价吧。但这种盟约极其脆弱，只要有一个人偷偷降价，联盟瞬间瓦解。第二阶段叫托拉斯，洛克菲勒觉得联营太低级，他发明了托拉斯。他对其他老板说，把你们的经营权交给我托管，我给你们发一张信托证分红，以后你们只管拿钱。于是几十家公司变成了由一个大脑控制的千手观音。第三阶段就叫控股公司。由于后来美国出台了反托拉斯法，企图砍断托拉斯的手脚时，资本家又进化了。新泽西州修改了法律，允许一家公司持有另一家公司的股票，于是不需要复杂的信托协议了，我直接买下你51%的股份。到了最后，所谓的自由市场变成了7、8个巨头坐在雪茄房里，决定全美国明天的煤价和油价。所以自由竞争的终局必然是消灭竞争，这不是因为某个资本家太贪婪，而是因为这套系统的底层算法就写死了一行代码，不垄断就得死。2017年，美国的一名叫丽娜的老妹写了一篇论文，名叫《亚马逊的反垄断悖论》。这篇论文瞬间引爆了美国法律界，因为它直接捅破了旧理论的死穴。旧理论，芝加哥学派认为反垄断只看价格，只要公司让商品变便宜了，只要消费者受益了，那就不算垄断。丽娜的反击是，低价有时候就是一种毒药。亚马逊利用资本优势，故意亏本卖东西，以此来饿死竞争对手。一旦对手死光了，亚马逊就获得了结构性权利。这时候，它可以随意操纵市场，甚至不需要涨价，它可以通过收过路费、广告费、物流费来收割商家。由于过于长篇大论，在此不过多赘述。后来的丽娜32岁，成为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所以，资本的垄断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对他们敲打才行。而美国的工业发展，除了在资本垄断上的代价之外，就是对于人的代价。1890年代的美国可以说不是一个国家，而是2个平行宇宙。顶层的宇宙钱多到没处花，9%的人拿走了71%的财富。范德比尔特家族办一场晚宴，花了36万美元。在当时，这笔钱能买下纽约的一条街。他们不是在生活，他们是在烧钱。他们穿着镶满钻石的裙子，模仿欧洲皇室，以此来证明自己是这个国家的新主人。底层的宇宙则是命贱如草，当时的工人一年累死累活只能赚400到500美元。算一笔账，富人一晚上的饭钱等于穷人700年的工资。很多工人一家8口挤在没有窗户、不通气、满地污水的地下室里。面对这种像地狱一样的贫富差距，富人们为了心安理得的睡觉，他们发明了2套极其高明的理论，用来给社会打麻药。第一剂药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把生物学的优胜劣汰套用在人身上。你穷是因为你懒，你笨，你是劣等品；我富是因为我基因好，我聪明，我努力。第二剂药是温情的医术，富人们告诉工人，我不给你们涨工资，但我给你们建图书馆、建大学，还有各种基建。虽然你的劳动环境很恶劣，但当你下班后能花很少的钱，就能买到以前买不起的糖果、罐头和衣服。你虽然是工厂的奴隶，但你是商场的上帝。逐渐的，美国民众发现美国联邦政府变了。林肯说什么民有、民治、民享似乎是屁话。美国联邦政府现在已经变成了大资本们的打手。1894年普尔曼大罢工，这是那个时代美国工人的缩影。最终，美国工人们在绝望中找到了那个男人尤金·德布斯，他是美国铁路工会领袖。德布斯一声令下，全美铁路工人拒绝挂载任何普尔曼车厢，瞬间，美国西部的铁路大动脉瘫痪了。当时的格罗福克·利夫兰总统，这位民主党总统说出了一句让无数工人寒心的话，哪怕用这2000张明信片做理由，哪怕花光国库里的每一分钱，我也要派兵粉碎罢工。7月4日，这是美国非常特殊的日子，2000名联邦正规军驾着加特林机枪开进了芝加哥。工人们以为军队是来主持公道的，结果发现枪口是对准他们的。此时的美国民众们终于发现这个联邦政府的真实面貌。当你需要他主持公道时，他说他是自由放任的；当你威胁到大亨的钱包时，他立刻变成了全副武装的。他告诉所有人，在这个镀金的时代，如果你没有资本，你的选票保护不了你，你的工会保护不了你，甚至连那个写着人人生而平等的宪法也保护不了你。
后来，工会主席德布斯被抓进了监狱，此时的他十分的痛苦。他不明白美国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我只是想让工人有口饭吃，却变成了国家的罪人。突然有一天，有个访客给他带来了一本对他来说全新的书——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狱中似乎顿悟了，他发现他真正的敌人不是某个资本家，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的制度出了问题。于是德布斯出狱后成为了美国社会党领袖，并5次竞选美国总统，打算直接改变这个体制。德布斯当年的竞选纲领主要是5点：第一是废除童工，第二是8小时工作制，第三是妇女选举权，第四是建立失业救济金，第5是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可惜的是，德布斯并没有竞选成功。不过在他死后不到10年，一个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小伙完成了他当年的主张。